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内容基于真实资料整理，用轻松温柔的方式陪你走进她的点滴与成长。所有画面均为实拍呈现，为使用爱生成。愿这段时光带给你片刻放松，也让你在不经意间更加喜欢与珍惜自己的那份热爱。迪丽热巴抵达上海，迪奥专车接送，与粉丝现场互动太催泪。许久没有营业的迪丽热巴终于出现了。在经历了滞留迪拜之后，迪丽热巴将要参加她的第一个公开活动了。作为迪丽热巴的粉丝，有没有特别期待呢？3月19日，迪丽热巴从北京出发前往上海，不少上海的粉丝晒出了迪丽热巴落地后的现场视频。她与粉丝的催泪互动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最新露脸的迪丽热巴一身黑色装扮亮相，只见她头戴黑色帽子，身穿黑色短裤，就连鞋子和包包也都是黑色的，整个装扮给人一种酷酷的感觉。迪丽热巴这次去上海，迪奥方面也特别重视，他们特意派专车来接迪丽热巴，这排面也真是让人羡慕。虽然迪丽热巴时间紧张，但她依然在现场和粉丝进行了简单的互动，这场互动直接戳中了网友们的泪点。众所周知，迪丽热巴此前曾滞留过迪拜，她的粉丝每天都在关注她是否安全，直到回国报平安之后，粉丝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机场，粉丝们大声地对着迪丽热巴喊：迪丽热巴，喜乐平安。迪丽热巴在听到这样的话语后，连连弯腰感谢。想想迪丽热巴的经历，再结合粉丝的呼喊，不少网友都被这样的互动画面感动到了。有网友直言自己已经泪目了。在迪丽热巴离开的时候，她还特意把窗户摇下来跟大家打招呼，这不仅是对粉丝的尊重，也是对粉丝爱的回应。这样的迪丽热巴，大家怎能不爱呢？此前，迪丽热巴因为跟刘冲吃饭上了热搜，话题讨论直接到了热度第1名。这也是迪丽热巴滞留迪拜回国后的首次露脸。当时，她身穿咖色衣服，面色红润，双手托着腮帮子，怎么看怎么可爱。不过，那仅仅是迪丽热巴的私人场合，并非公开场合。对她的粉丝来说，大家最期待的是迪丽热巴营业，毕竟咱们的热巴是事业型大美女嘛。就在迪丽热巴出发上海之前，她的工作室也晒出了迪丽热巴的营业照，只见她拿着甜品，凹着造型，特别可爱。在这个节奏飞快、情绪易被稀释的娱乐时代，有些瞬间却依然能够穿透屏幕，直抵人心。而这一次，当迪丽热巴现身上海机场，与粉丝短暂却深情的互动时，那种久违的真实与温度，仿佛让人重新理解了偶像2字的意义。许久未曾公开露面的她，在经历迪拜滞留风波之后首次回归大众视野，这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情绪底色，不是简单的营业，而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她一身利落的黑色装扮，低调却不失气场，仿佛在告诉大家，她依旧坚定、从容，甚至比以往更多了一份沉淀后的力量感。可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外在的造型，而是那一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当粉丝在人群中喊出那句喜乐平安的时候，那并不是普通的应援口号，而是一种经历过牵挂与等待后的深情祝福。那一瞬间，现场不再只是明星与粉丝的距离，而更像是彼此守望的关系被具象化了。他一次次弯腰回应，那种发自内心的感谢，没有任何表演痕迹，反而显得格外真诚动人。你会发现，他从来都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被仰望者，相反，他更像是一个始终记得回头看的人。哪怕行程再紧张，他仍然愿意停下脚步，用最简单的方式回应粉丝的情感。哪怕已经坐进车里，他依然会特意摇下车窗，与大家挥手告别。这些细节看似微小，却恰恰构成了他与粉丝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不是单向的崇拜，而是双向的奔赴。或许正因为经历过一些不被看见的时刻，
那种平安归来的意义才显得格外珍贵。粉丝的牵挂不是空穴来风，而他的回应也绝非例行公事。当两种情绪在同一时空相遇，才有了让人泪目的力量。与此同时，从品牌方专车接送的规格，也不难看出他在行业中的分量与认可度。但比起这些外在的牌面，更让人信服的是他始终如一的职业态度与个人魅力。他可以在镜头前光芒万丈，也可以在现实中温柔克制，这种反差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吸引力。回看他此前的私人行程被偶遇，那种自然流露的可爱与松弛，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她可以是舞台上的焦点，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普通女孩，而这两种形象之间并没有割裂，反而彼此成就。所以当粉丝期待她营业的时候，其实期待的并不仅仅是作品或曝光，而是一种熟悉的陪伴感，那种她一直在的安心。在当下这个充满流量竞争的环境里，很多人习惯用数据来定义一位艺人的价值，但像他这样的存在，却往往超越了这些表层的衡量。他的魅力不只是美貌与话题，更是一种能够持续传递情绪的能力。他让人相信，偶像不仅仅是被观看的对象，也可以是被感知、被回应的存在。所以，当看到那一幕幕简单却真挚的互动时，很难不被触动。那不是刻意制造的感动，而是时间、精力与情感共同沉淀出的真实瞬间。也许这正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不张扬却有力量，不喧哗却能深入人心。而这样的迪丽热巴，又怎能不让人继续期待她接下来的每一次出现呢？看到迪丽热巴跟粉丝互动场面，你有被感动到吗？迪丽热巴花魁造型幕后曝光，半年筹备，衣摆稿设计，5金头饰戴一整天，收工时反应绝了。家人们，你们最近是不是被迪丽热巴的花魁造型刷屏了？简直要命！这哪里只是造型啊，分明是把角色2个字直接焊在了热搜榜上。一打开社交平台，眼前满屏都是她头戴破花，眼角缀着花瓣的仙气画面，评论区直接炸开了锅。这是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花神吧？感叹号，美得让人窒息，我愿意循环看100遍。你可知道，这组让全网为之疯狂的造型，其实藏着无数魔鬼细节。据媒体爆料，这是热巴为了新剧《花影瑶》量身定制的角色造型，剧组直接召集了一个顶配天团，国内顶尖服装设计师、非遗化妆师、花艺大师齐上阵。仅筹备阶段就耗费了整整半年时间。为了找到最贴合花魁气质的花卉元素，造型团队足迹遍布云南、福建的鲜花产地，装了3大行李箱样本带回剧组。更夸张的是，连搜神记《山海经》都翻烂了，只为捕捉古籍里花神临世的缥缈意境。服装设计图更是改了100余稿，头饰部分折磨得团队几近抓狂。最初想用真花，但摄影棚灯光一烤花就蔫，历经10几种材料，最终才找到那种以假乱真的仿真花，而且戴上去竟要承受整整5斤的重量。热巴本人也是真拼，顶着这满头繁花拍了一整天戏，收工时脖子酸得抬不起来，却全程一句泪都没说。有工作人员偷偷拍下了花絮，她对着镜子耐心调整头饰的神情，认真的让人心疼。果然，惊艳的背后全是汗水啊！当然，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酸溜溜地说：“这不就是老套路的花仙子吗？光靠造型博眼球，演技行得通吗？”然而，粉丝们直接甩出热巴往年作品片段，《长歌行》中飒爽的李长歌，《三生三世》里俏皮的凤九，实力狠狠打脸姐姐的美貌和演技从来都是在线的。其实，审美这种东西本就千人千面，但不得不承认，热巴这次把东方美学玩出了新高度。从非遗绒花工艺的头饰，到层叠如花瓣的裙摆，每一处都在无声宣告，这才是内娱颜值天花板该有的样子。现在，全网都在屏息等待《花影瑶》开播，因为能把花魁演得既美丽又充满故事感的，
恐怕只有热巴做得到。在这个被视觉轰炸、审美不断被刷新与消解的时代，能够真正让人停下来多看一眼的造型，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但这一次，迪丽热巴的花魁造型却像一阵久违的春风，不仅吹进了观众的视线，也轻轻拨动了许多人心中关于东方美的那根弦。当这组造型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时，很多人用惊艳来形容，但我更愿意称之为一种回归到那种带有文化温度的审美表达。她头上的繁花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更像是一种经过时间淬炼后的艺术语言。从《山海经》与《搜神记》中汲取灵感，将古籍中那些关于花神精怪的想象具象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野心的创作。而花影瑶选择用这样一套造型作为角色的外在呈现，其实已经在无声地告诉观众，这不仅仅是一部古装剧，更是一场关于东方意境的再创造。真正打动人的是这份美背后的代价，半年筹备，上百次修改，这些数字听起来冰冷，但当它们落在一个演员身上时，就变得有温度了。那顶重达5斤的头饰，不只是视觉上的华丽，更是一种身体的负担。试想，在强光炙烤的摄影棚里，长时间保持姿态、表情、情绪的稳定，本就是对专业性的极高要求，而他却选择在这样的负重之下完成整日拍摄。收工后脖梗的酸痛，是每一个镜头背后最真实的注脚。更难得的是，他没有把这种辛苦转化为表演之外的表演。在流出的花絮中，他对着镜子一遍遍调整细节的神情，安静而专注，没有刻意的努力感，却比任何言语都更有说服力。这种状态其实正是一个演员逐渐成熟的标志，不再急于证明，而是用行动去完成。当然，围绕他的讨论从未停止。有人质疑造型是否套路化，甚至把它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花仙子。但如果真的细看，就会发现这一次的表达并不流于表面。那些层叠的裙摆、细腻的绒花工艺，并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在尝试构建一种更完整的角色气质。它所呈现的不只是美，而是一种带着故事感的存在，仿佛这个角色在成为花魁之前，已经经历了某种命运的雕刻。回看他过往的作品，无论是《长歌行》中坚韧果敢的李长歌，还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灵动俏皮的凤九，他始终在不同类型之间寻找自己的边界。而这一次，他似乎更进一步，把外在造型与内在情绪做了一次更紧密的绑定。这种尝试，或许正是他不断突破自我的方式。在我看来，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演员，从来不是因为某一个瞬间的惊艳，而是在不断变化中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辨识度。迪丽热巴的这组花魁造型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并不仅仅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让人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原来，在当下的影视语境中，传统美学依然可以被如此细腻、如此用心地重新讲述。或许，等到《花影谣》真正播出时，观众会给出更多维度的评价。但至少此刻，这份从造型延伸出来的期待，已经说明了一件事：当美被认真对待时，它本身就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你准备好搬小板凳追剧了吗？评论区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花魁造型 Top 1又是谁呢？感叹号！3个细节：迪丽热巴、陈飞宇这组大片为何能炒上热搜？是不是觉得他俩营业大片只是颜值高？今天带你看懂背后争议点，不吹不黑，客观分析。很多人说他俩没 CP 感，热巴浓颜气场强，陈飞宇偏青涩，同框像姐弟。但你细看，温柔对视里，热巴眼神柔和，陈飞宇带点羞涩，刚好贴合剧中鬼王与少年将军的设定。也有人说营业太刻意，但业内数据显示，古偶 CP 营业播放量破亿才算有效。他们这组大片相关话题12小时阅读量破5亿，远超行业标准。其实争议核心
是结狗 CP 的适配度。8岁年龄差，20厘米身高差，这种反差有人觉得违和，有人却觉得戳中甜宠爽点。再看营业分寸，没有过度亲密，对视、浅笑全是细节感。这种克制的浪漫，比工业糖精更高级，也让讨论度持续走高。明星营业本就难，既要吸睛又要避嫌。热巴陈飞宇用角色感支撑营业，既维护形象，又精准戳中观众喜好。在这组由迪丽热巴与陈飞宇合作的大片里，其实最有意思的，从来都不是好不好看，而是为什么它一定会引发争议，而且越争越火。先说很多人第一眼的感觉不搭，一个是浓颜系，气场强到自带主角光的女演员，一个是带着少年感，气质偏清俊内敛的男演员。乍一看确实容易被贴上姐弟感的标签，但有意思的是，当镜头拉近，你会发现这种不对称反而成为了情绪张力的来源。热巴眼神收着锋芒，多了一层温柔与引导。陈飞宇略带局促的目光，又刚好补上了角色里的青涩与仰望。这不是简单的有没有 CP 感，而是有没有角色感在托底。再看被吐槽的刻意营业，说白了，现在的观众早就对工业糖精免疫了，拥抱、贴脸、暧昧动作一套流程下来，如果没有情绪支撑，很容易被看穿。但这一组偏偏反其道而行，没有过火的肢体接触，更多是对视、停顿，甚至是微妙的距离感。这种留白其实更高级，它让观众有参与感，你不是被喂糖，而是在自己脑补情绪。这也是为什么讨论度会持续发酵，因为每个人看到的关系都不一样。再往深一层，其实争议真正的核心是结狗 CP 的适配问题。年龄差、身高差，这些表面参数只是引子，真正让人分裂的是一种审美取向。有人追求绝对匹配的安全感，有人却偏爱反差带来的刺激感。而这组大片恰好踩在了两种审美的交界线上，既不完全讨好，也不完全迎合，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觉得不行的人会越看越别扭，觉得好嗑的人却会越品越上头。最后不得不说一句，现在的明星营业其实早就进入了一个高难度阶段，既要有话题，又不能越界；既要有情绪，又不能失控。稍微用力过猛，就会被说炒 CP；稍微收一点，又会被吐槽没感觉。在这种夹缝中，迪丽热巴和陈飞宇这次选择用角色关系来支撑氛围，其实是一种相对聪明也更可持续的方式。它未必讨好所有人，但一定会留下讨论空间。而在当下的娱乐生态里，能被持续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所以问题回到你这句，你觉得这对 CP 为何还是好嗑？我倒觉得更有意思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你是从现实匹配在判断，还是已经被故事情绪带进去了。迪丽热巴红衣花魁封神风情万种，众公投是发包遭调侃。迪丽热巴在白日提灯中饰演的鬼王贺思慕，这一身红衣花魁的造型一出场便瞬间引爆了观众的热议。酒红色长袍缀以繁复的金线刺绣，每一针每一线都彰显着奢华与讲究。琉璃珠点缀其间，与层层叠起的发髻交相辉映，整个人散发出难以忽视的贵气。再搭配红黑撞色眼妆与裸色渐变唇，颧骨上的鎏金高光让她的面部轮廓更加分明，浓烈的骨香在光影间显得立体又鲜明，如同雕塑般精致。层层叠叠的流苏发簪和华丽头饰，既保留了花魁特有的妩媚诱惑，直上眼眼的瞬间风情万种，又暗含鬼王的凌厉气场。抬眸之间，冷艳与霸气并存，恰到好处地呈现出表面周旋红尘，内心专注事业的鲜明反差，让角色立体而饱满。正因为这种极致的华丽造型，许多网友纷纷赞叹她是人间魅魔最美花魁，更有人调侃
她是唯一能轻松驾驭这种违章建筑式重工头饰的女星。火红的长袍在灯光下耀眼却不显俗气，妩媚与冷峻的平衡拿捏得恰到好处，仿佛她与角色融为一体。当然，也有少数声音指出，厚重的发包似乎略微拉长了脸型，但大多数观众认为，这种夸张造型恰好符合鬼王非人设定。化妆师的美神灵主妆精准放大了她的五官优势，让整个角色的气质更加鲜明独特。在这个越来越追求安全审美的古装剧时代，能让人一眼惊艳，甚至引发2集讨论的造型，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当迪丽热巴以白日提灯中鬼王贺思慕的红衣花魁形象登场时，那一刻的视觉冲击几乎让人重新理解了什么叫做角色与演员的彼此成就。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造型，都会下意识用艳来形容。但如果细细品味，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单纯的美艳，而是一种带着力量感的华丽。酒红长袍上的金线刺绣，并不是为了堆砌奢华，而是在光影流转间，赋予角色一种近乎神性的庄严感。那种感觉很像是从画卷里走出来的人物，既属于人间，又隐隐带着不可触碰的距离。而真正让这个造型火起来的，是热巴对细节的掌控。她并没有让浓重的妆容压住自己的五官，反而通过眼神和微表情，把红黑眼妆的攻击性转化为一种克制的冷艳。尤其是直上掩面的那一瞬间，既有花魁的柔媚，也藏着鬼王的锋芒。这种收与放的拿捏，其实非常考验演员的分寸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角色的气质本身就充满反差，一边是游走红尘、魅惑众生的花魁，一边是内心冷静、目标明确的鬼王。而热巴并没有刻意去强调这种对立，而是让2种气质自然交融。她的一个抬眸，可以是风情万种的试探，也可以是带着威压的审视。这种模糊边界的表达，反而让角色更加立体真实。当然，围绕造型的争议也并不意外。那套层层叠叠的重工头饰，被网友调侃为违章建筑，甚至有人觉得发包略微拉长了脸型。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过度设计其实恰恰强化了角色的非人属性。毕竟，作为鬼王，他本就不该是完全符合人类审美比例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略带夸张的比例，反而让角色更有记忆点。而且，说句实在话，能把这样复杂甚至有点压人的造型撑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不是所有演员都能在厚重头饰和浓烈妆容之下，依然让观众第一时间看到人，而不是造型。热巴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从容，她没有被造型吞没，反而让造型成为自己表达角色的一部分。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这次红衣花魁的出圈，其实也在提醒观众一件事：真正有辨识度的美，从来不是刚刚好的安全区，而是敢于在边界上试探。它可能会引发争议，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容易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当有人还在讨论这套造型是过还是妙的时候，也许答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个瞬间，我们确实记住了贺思慕，也重新看到了迪丽热巴在角色塑造上的另一种可能，不是单纯的美，而是带着故事、带着气场，甚至带着一点危险感的美。而这种美，恰恰最难得。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